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难免会遇到一些烦心的事情。我解压的方式就是走进大自然里。加州的沙漠十分令人惊奇，不但有巨大的棕榈树，还会在春天野花盛开，沙漠中欣欣向荣，充满了生命的活力。终于找到一小块阴凉。怎么补水都不过呀，出汗出太多了。你这么喜欢晒太阳啊？这大太阳我都想找个树荫待着，你还在这晒着，还摊平了晒。晒完了你是在这儿躲阴凉呢，这地方挺好的。Joshua Tree 国家公园我前后来过好几次，每次看到的都是不同的风景。这漫天飘雪的景色其实也是在春天。这是2018年10月，我开着房车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拍的照片。回首一看，才知道自己已经在岁月中改变了很多。这样一次徒步下来，虽然身体有些疲惫，但是精神却无比愉悦。连日来因为房车施工带来的焦躁情绪，今天终于一扫而光。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有3个。第一个内容呢，就是我这次电力升级都用了哪些产品，在市场上众多的产品中，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些产品，我选择的理由是什么，还有就是安装以后我实际使用的心得是什么。因为我选择的这些产品其实都是在市场上很常见的，也很有代表性的一些产品，所以我的选择和我的使用心得，我相信对关注这个话题的人呢，还是有一些参考性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所有的安装一共花了多少钱？我相信这个电力升级的成本是所有人都会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我一共能够花多少钱，能做到什么程度的电力升级，是不是能够实现用电自由，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得？你不做电力升级，你原车的系统也是一样可以使用的，升级的成本性价比究竟怎么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第3个问题呢，就是多少度电可以实现用电自由。我做这个离电升级的视频呢，并不是从一个很专业的角度来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最佳方案是什么，这个不是我的擅长。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作为一个没有太多的电力知识又没有什么动手能力的人，我是怎么样为我的房车做电力系统的升级的。我相信大部分房车的车友，或者是将来想要买房车关注房车电力系统升级这个问题的人呢，大部分人大概都是我这种水平的人所以我希望我的经验能够给你提供一点非常接地气的跟你自身非常接近的这种参考。另外呢，在这个视频中，我还会给我的粉丝们送上一份非常实用的礼物。这个礼物我会在视频中介绍给大家，并且会在视频的最后公布抢答题，还是跟上次一样，第一个答对的人，我会把这份礼物送给你。坦白说，我刚开始做锂电升级的时候，我以为只要把 AGM 的电池换成锂电池，然后再把逆变器换成3000瓦的逆变器，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么简单。在电力系统从 AGM 电池升级到锂电池的过程中呢，除了锂电池和逆变器以外，实际上我又安装了其他很多相关的产品，就是这些产品也是不装不行的。太阳能充电需要充电器，行车充电也需要充电器，用逆变器带动空调需要空调的软启动，为了准确掌握电池的电量，还需要一个电池监控器。除此以外，各种电线、小配件，甚至工具，如果不是这次自己动手做电力升级，我大概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现在我就给大家拉一个设备清单，看看总的成本是多少。房车的电力系统分为供电系统，这里我们不谈外接电源和发电机，只谈太阳能板。还有储电系统，也就是电池。充电系统，也就是太阳能充电器和行车充电器。逆变器把行车充电和太阳能充电产生的直流电转化为可以供家用电器使用的交流电。这4种是电力升级中最基本的设备，也是花钱最多的地方。首先说太阳能板，我原车配备了400瓦的软板，这次升级成了600瓦的硬板。我的太阳能板是100瓦一块，一块120美元。太阳能板的安装我是交给专业的安装公司来做的，总共花费2681美元，这其中大部分是人工成本，人工成本达到了1522美元。太阳能板最初我其实是想安装 Renogy 的，因为这个品牌在市场上评价非常高，几乎是太阳能板中评价最好的品牌了。可是呢，我这个安装公司它只做 Reach 这个品牌，经过这段时间的使用之后，我觉得这个品牌也是比较靠谱的。我实际测得的最大发电功率是598瓦，一天最大的发电量是3170瓦，这2个数字还是令我非常满意的。当然这2个数字它是跟电池的用电状况是有关系的。关于太阳能板的升级，我在之前的这个视频中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这里就不展开了。在选择电池的时候，我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物美价廉，所以我一开始就在网上找中国生产的锂电池。最初选的是 Lithium 的一个460安时的比较大的电池。一块电池比起2块或者更多电池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去在意那个电压的平衡，因为你有2块或者更多的电池的时候呢，电池之间的电压不平衡的时候可能会损伤电池，甚至电池会死掉。可是这块电池最后因为安装的空间不够，不得不放弃了。其实很多房车在做锂电池和逆变器的升级的时候，都会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制约电池和逆变器选择的一个很大因素就是安装空间的大小。最终我选择了 Lithium 的230安时带低温自动断电保护的2块电池，它可以在气温降到0下以后自动切断充电的功能，但是电池还可以用，它还可以持续放电到0下20度。到气温降到0下20度以后，它会自动切断放电的功能，这样就可以有效地保护电池在低温中不受损害。230安时的这么大的容量，再加上低温断电保护的功能，615块钱的价格是我在市场上能够找到的性价比最高的电池了。这2块电池目前使用下来我还是非常满意的。至于这个低温自动断电的功能，因为现在的气候条件我也没有办法测评。其实 Lithium 还有一款200安时带自动加热功能的电池，这个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电池，它的尺寸就大了那么一点点，我就放不下了。跟市场上同类产品相比，不到700美元的价格太有吸引力了。不过这个电池毕竟我自己没装过，所以对它的品质呢我也不好评价。我们接下来再看逆变器。我这次电力升级的过程中，就是最大的挫折就在逆变器上。因为我的第一台逆变器故障频发，搞得我非常狼狈，所以我下决心不管价格了，选择市场上口碑最好的 Victron 的逆变器。可是即使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品牌，我还是遇到了质量问题，连着换了2-3台。第一台逆变器我一用美善品，它就会发出很大声音的噪音，而这个声音太可怕了，我吓得不敢用了，只好把它退掉，换了另外一台。这一台逆变器虽然噪音还有，但是减轻了很多，我觉得可以接受了。
但是安装上以后才发现，它自带的电风扇即使是 overheat 了也不会转，这个电风扇就从来没转过。上一台逆变器在充电的时候最高可以充到 14.4 伏，断掉充电以后电池会降到 13.4 伏，可是换了这个逆变器之后，充电充到 13.2 就再也充不上去了。在车主群里跟大家请教了一番之后，众说纷纭，也没有一个结论，所以第二台逆变器又退掉了，换到了第三台逆变器。其他的问题倒是没有了，但是充电的电压还是在 13.2 到 13.4 之间，之后它就进入过充保护状态，无法继续充电了。这个问题还是在我拜访 Renogy 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人员在网上仔细查找了 Victron 的产品说明书。我们把这一共有8个波码开关，我们把这个第7个，那它的状态跟其他是不一样的，把原来的 off 调成了 on。对，这一条是根据 Victron 它的说明书里的指导呢，这一条组合7是 on， 8是 off， 它就可以把它的 absorption voltage 提升充电电压从调到 14.4 伏，也就是更匹配你这个车上电池它需要的一个电压。现在的状态是5号是 on， 7号是 on， 对吗？对。Victron 的这款带充电器的逆变器，它是既可以充 AGM 电池也可以充锂电池的。它的产品说明书上讲，出厂的默认状态就应该7在 on 的位置，但是我的2个逆变器7都在 off 的位置上。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句产品的质量和购物渠道的关系。我感觉这种设备型的价格比较高的产品，最好是到实体店去买 dealer shop 或者是专业的改装公司，他们那里的产品质量都是比较靠谱的。在网上买就不一定了，我的3个逆变器都是从网上买来的。我以前在网站上购物的时候就买到过被别人退货之后重新打包又寄过来的产品。我们来谈一谈我对这款产品的使用感想。感觉这款产品基本满意，但是绝对没有市场上评论的那么完美。我想可能是北美的市场高品质的产品太少了吧，相对而言这款产品可能就算是相当不错了。Victron 的设备都可以通过手机 App 蓝牙连接来控制，可是它的蓝牙连接有点慢。它可以通过 App 非常简单的控制输入电流的大小，这一点非常方便。比如说我的车是30安的，有的时候在营地会接到50安的电柱上，这个时候只要在手机上做一下调整，就不用担心输入电流过大了。反过来，如果你在自己家的 driveway 上充电，你把输入电流改到15就好了。Victron 逆变充电器的充电方式比较智能，这一点非常好。它会在电池电量少的时候以最大电流充电，随着电流电量的增加，它会转为比较温和的方式，以较小的电压慢慢把电池充满，这样就可以避免锂电池的过度充电和自动放电，可以很好的保护电池的寿命。市场上一些廉价的逆变器会一路猛充电，直到把电池充到过放，所以在选择逆变器的时候，最好仔细看看它工作的方式是怎么样的。你看它这个 App 左侧输入电流的这一部分，它直观的显示是断开的，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是连接的，它的这个 app 总是有这个问题，所以一定要去 check 左侧的输入电流的实际的数字，你才知道你是不是有电流输入。Victron 的逆变器通过手机蓝牙就可以控制开关，而且除了开和关以外，它还有只充电只逆变的选择。逆变器本身它也是消耗电力的，所以当你不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在手机上把它关掉。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一句 Victron 这款逆变充电器的致命短板，就是你一旦把它关掉以后，它就不会再有任何电流可以通过了。现在我要来测试一下我自己的现在这个 Victron 的 inverter， 在把它关掉之后，我的电流是不是还能够通过它？我的车在有外接电源的情况下，我车里的电器是不是可以使用？现在我把它关掉 OK， 它关了。现在我要检查一下我车里的电是不是还有。我车呢现在是有一个15安的一个外接电源，那我的这个咖啡壶呢，它是连在墙上插座上，没电，完全没有电。因为 Victron 的这个逆变充电器，它没有在关机状态下让电流通过的这个功能，也就意味着一旦你关掉这个逆变器，或者是这个逆变器坏了，即便是你有外接电源的情况下，你的车里也是没电的。逆变器关掉以后，电流不能通过，对于房车生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就在前2天，我们这个车主群的车友，他在死亡谷的时候，他刚刚安装了不到半年的 Victron 的逆变器，就突然死机了。然后他这个逆变器死了之后，他即使是住到营地里，即使是有外接电源，他房车里的所有的家用电器都是不能使用的。当然他的空调也没有办法使用，这么热的天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生活在房车里，所以在等这个新的逆变器送到的时候，他就只好放弃房车去住酒店了。房车原厂的设计，外接电源都是可以不打开逆变器也能够进入到房车，供房车里的所有的家用电器使用的，所以一旦这个功能在自己安装的过程中被破坏了，外接电源还有发电机都要先进入逆变器，然后通过逆变器才能够供到房车内部使用的话，那逆变器一旦死了，那你的车就彻底没电了。所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短板，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我强烈推荐使用即使在关机以后也可以有电流通过的逆变器。我会在下一个视频房车电力升级的优化方案中呢，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我这个房车的原厂设计呢，是可以在驾驶的过程中呢行走充电的。可是当我自己换完了锂电池和逆变器之后呢，我发现我开车的时候它就不充电了。那后来帮我做电力升级的朋友呢，他分析说可能是原来是 AGM 电池，现在呢变成了锂电池，原来行车充电的系统电压就不够了，所以无法给锂电池充电。然后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当你把 AGM 电池换成锂电池之后，你其实是需要一个专门的行车充电的一个充电器的。帮我改装的这个朋友呢，他对这个系统不太了解，所以他把我买回来的行车充电器跟我车上原来有的这个隔离器，就是给AGM 电池充电的这个系统，直接就是串联在一起了。结果我一开车不但没充上电，反倒把我这个行车充电的系统给烧了。把我的副驾的座椅拿掉了，这里边的这个是隔离器，这个是计数30秒，它是 engine 打开之后30秒之后会给电池充电。So troubleshooting to 最后我这个行车充电器的安装错误也是在 Renogy 他们帮我排查出来的。在安装锂电池的行车充电器的时候，是应该把原车的隔离器先替换掉的。我原来的安装就是错误的把行车充电器和隔离器给串联在一起了，结果把这里的 fuse 给烧了，都烧黑了。我真的很庆幸我的原车上有这道保护措施，他们会把那个保险丝移到 DC to DC charger 这个部分，以后再烧了也不用把这椅子下边都搬开了。我感觉专业的人员解决问题还是专业呀。我的行车充电器选择了 Renogy 的这款产品，它既可以在行车的时候给我的房车的电池充电，也可以在奔驰车的电池电量不够的情况下，用我房车的电池来反充我奔驰车的电池。以前我有过好几次因为奔驰车的电池没电而狼狈不堪的经历，有的时候是因为房车存放时间过长导致电池没电，不得不叫救援来充电。太阳能充电器我选了 Victron 的，在我们车主群里有人评价说这是市场上唯一一款可以几乎零损耗充电的充电器，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但是用下来我还是对它非常满意的。这个充电器也是有蓝牙的，可以用 Victron 的手机 app 统一管理，就是这个蓝牙每次打开的时候这个速度真的是有点让人着急。从 app 上不但可以看到当前的工作状态，还可以查阅它的历史记录。除了前边的几个主要设备以外，我还另外配了 Victron 的适配器，这个主要是为了用手机的蓝牙来统一管理 Victron 的产品。它另外还有一个温度 sensor， 可以通过蓝牙来 check 温度，另外还配了一个电池监测仪，可以比较直观准确的看到电池的电量和用电情况。但是这个产品价格也不便宜，我觉得它不是必须的。我还买了一个空调的软启动，这个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安装，所以现在还没安上。选择这个产品是因为在我们的车主群里，大家对这个品牌的产品评价非常高，不是所有的逆变器待载空调的时候都需要软启动的，但是我的 Victron 的3000瓦逆变器，我没有安装软启动的情况下，一开空调它就显示过载，吓得我现在没有外接电的时候也不敢用空调。这个软启动300多块钱，当真不便宜。我会在下一个视频优化方案中呢，跟大家介绍一些更好的产品，包括不需要
软启动就可以直接搭载空调的逆变器。计算下来，我的全部设备成本是4586美元，这个是不算人工的。设备之外的工具、电线、零配件加在一起花了也差不多有1000美元。算下来，我这次电力升级安装的设备成本总金额大概是5586美元。安装太阳能板的人工成本是1522美元。其余的安装是车友的爱心帮助和 Renogy 的友情救场，这部分替我省了很大金额的人工成本。我这次电力升级的总成本是7108美元。之前的视频播出之后呢，有网友给我指出来，我这个电池没有一个开关是比较不够安全，又给它补了一个开关。如果是我需要把我的房车放到仓库里放一段时间的话，我就把这个开关关掉，这样我的电池呢就不会在房车仓储的过程中继续放电，放到彻底没电了。我安装逆变器的地方呢，这个空间呢非常封闭，散热性不够好，但是我也实在是找不到其他可以安放它的地方了。我这个呢原来是放电池的地方，厂家呢原本就在侧面做了几个通风的小窗口，我在这个小窗口上安了2个小电风扇。下面这个黑的小电风扇呢，它是静音的，但是我发现它不够强，所以我又另外安装了一个更强的，但是它的噪音比较大，所以我就给这个小电风扇配了一个单独的可以遥控的开关。这样的话呢，当这个空间的温度不是很高的时候，我就不开它。我还买了一个带3个这样的 sensor 的温度计，把3个不同的 sensor 分别放在逆变器、电池和加水的水箱旁边。虽然打开手机通过 app 也可以看到温度，但是我感觉在墙上把所有的关键地方的温度都一目了然的看到，这样更方便。在这里我公布一下今天要送出的礼物。今天要给粉丝送的礼物是由 Litam 提供的一台400瓦的非常实用、携带方便的移动电源。它有5种最常用的输出方式，可以作为房车的补充电源，给手机、照相机、无人机之类的设备充电，而且也可以使用一些小家电。对于自驾游的朋友来说，就更是方便好用了。有兴趣的朋友，请你留意视频最后的抢答题的部分，我会把这份礼物寄给第一个答对的人。关于这个多少度电才够用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因人而异的。其实我在刚买房车的时候，我就问我的 dealer shop， 我说我想要升级锂电，我应该升级多大？当时呢 dealer 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都想使用哪些家电？你要用多长时间？实际上用电自由是因人而异的，它是根据你的生活习惯，你会用哪些家用电器，会用多长时间，你所消耗的电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他生活在房车上，他的电视机可能一天开10个小时的，而我的电视机从买了房车之后从来没打开过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在使用电器上的不同的风格，可能就会带来不同的用电量。我刚刚开始房车生活的时候，我很少用家用电器，做饭呢，一只平底锅，一只高压锅，都是用煤气。我天天在野营，我没觉得电力不够用，因为我用电只是房车的照明，还有一些12伏的房车的设备，比如说我房车的 slide out 这个拖展，它推出去，还有我的自动平衡4个千斤顶放下去，这些呢它也是用电的，甚至包括我的发电机、我的煤气灶、我的冰箱，虽然是用 propane 的，但是它启动它是要有一点电的，所以你彻底没电了以后，这些也都启动不了了。因为我的所有的电的消耗，除了房车里的12伏电以外，最多就是给我的手机、电脑和照相机充电了。我烧水做饭全部都是用煤气，所以我没有觉得电不够用。但是现在呢，为了生活方便，我添置了很多家电，比如说这个美善品，还有这个老板蒸烤箱、电咖啡壶，并且呢，我在开始做 YouTube 之后呢，我用电脑的时间变长了，就是我可能一天要用电脑工作几个小时，电脑其实耗电量不小的，慢慢的我就觉得这个电不够用了。我也是觉得厨房用的这些家用电器，它的这个自动烹饪功能，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性，减少了很多我在厨房烹饪的时间。比如说我的老板蒸烤箱，它有烤箱、蒸汽炸锅，甚至于蒸的所有的功能我都是放进去，一按键然后我就不用管了。比如说我新买的电饭锅，它可以煮饭、煲汤、煮粥，
这些也都是按一个键就好了。它比起高压锅来说呢，就是我完全不需要 take care 它，我不需要看着它。那对我来说呢，我也很享受这种生活便利性。所以呢，这就是我要升级锂电的原因。那么究竟多少电可以实现用电自由？我拿我自身的例子来给大家算算看。我先是把我所有的家用电器列了一个表，把它们的瓦数也都列出来。之后呢，我估算了一下我每天使用这些家用电器的时间分别是多少。这样呢，我就可以把这些家用电器的用电量算出来。那么差不多我如果要是自由的使用这些家电的话呢，我会用到 4.5 度电。除此以外呢，在特别热和特别冷的时候，我还会有一些季节性的对电力要求比较高的设备，比如说空调，或者是冬天用的电暖器、电褥子。这些平时并不常用，一年可能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但是没有不行。所以我在升级电力系统的时候呢，要预留出来这个用电的空间。事实上，现在的家用电器都比较智能化。就比如说我的美善品，它虽然是1300瓦的电器，但实际上它在烹饪的过程中，当它达到了预定的温度之后，它就不会用很大的功率来工作了，它就会变成了比如说600-700瓦在工作。我按照这个满打满算的方法算出来的用电量呢，它实际上呢就已经有了一定的预留空间了。所以这么算下来，我觉得如果要升级锂电的话，至少要升级到400安时，才会对房车生活呢有一个质的改变。如果小于400安时的话呢，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提高房车生活的便利性，但是我觉得不会有太本质的变化。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用电量当然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不看电视，我不用咖啡机，我也不用 toaster， 我不烤面包，这些家电的耗电量我就没有。今天我给大家举例子的这些是一个大致的范畴，你要问说多少度电我可以实现用电自由，那么你就把你自己生活中会用到的这些常用的家用电器全部列出来，就像我刚刚在视频中这样列个表，然后你用你的这个电器的瓦数，以1000瓦为单位来乘以它的时间，以小时为单位来算它需要几度电，然后你把你所有的这个家用电器全部都算出来了，那这个就是你实现用电自由的度数。然后你根据你这个用电量来配备你的锂电池、太阳能板，还有你的逆变器。其实我现在算给大家的我自己的这个系统，离用电自由还差了很大一步。因为我的空调还有我的电暖器，我并不能够开到我想开的时间。比如说空调天气最热的时候，我可能想用4-5个小时，但实际上我的电池我曾经最多用到3个小时过，但基本上电池就已经快用光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有后继的给电池充电的方式。像电暖器，如果天冷的时候，其实我用电暖器主要是我不希望用房车的取暖系统，因为它噪音太大了。我的电暖器呢，它是比较静音的。如果我要是想保证我房车里舒适的取暖，可能我开这个电暖器要5-6-7-8个小时，但是我的电池不足以支持这么长的时间。我目前的安装呢，除去这种特别天热的时候需要用到冷气，特别天冷的时候需要用到暖气以外，不开这2样最大的耗电设备之外，我是可以基本上无忧无虑的使用我的家用电器的。包括这段时间我来到加州，就我在的这几天，它每天上午都是阴天的，要到下午才会晴天。那么在这种半天阴天半天晴天的情况下，我的太阳能板和电池给我供的电足够我日常生活使用了，我没有觉得有任何不方便。房车呢，它毕竟不是房子，它的空间还有它的负载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多少电可以实现用电自由，其实是你怎么样均衡你生活的便利性和房车电力系统的关系。曾经有一个车友呢，在我的视频的评论区里说，他装了800安时的锂电池，1400瓦的太阳能板，他已经实现用电自由了。它这个数字作为一个房车这种小的生活载体来说，确实是真的可以实现用电自由了。即使是在季节性的需要开空调、需要开电暖气这样的情况下，问题也不大。但是呢，你是不是要做到这一步？这里边包括成本花多少钱，第二，你的房车的承载能力，
越多的电池，越多的太阳能板，它的重量也就越大。其实房车的厂家在造房车的时候，它装了很多设备，包括家具呀、水箱啊，它留给这个房车的承重的空间已经很小了。就比如说我这个房车，有的车主曾经算过，我们这台房车的承载能力，工厂所有的配置，再加上一箱油、一箱水，水除了净水以外，你可能你的房车同时还会存在灰水和黑水，所有的这些重量加上以后，据说只剩下2个人体重的承载了，而且这2个人还不能太胖。所以当你往你的房车上加载大电池、很多太阳能板的时候，你要考虑你房车的承载会不会超重。我们给房车做电力升级，无非就是为了提高我们房车生活的便利性。房车生活的便利性，它是由很多方面构成的，电力系统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曾经在我们华人的这个房车的车主中呢，有一个大神级的人物，他把他的一台 Class B 的电力系统升级到，简直就像一台小型的发电站。他的电是用不完的用，可是呢，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装这么大的电，你还是不能够实现长期在野外的这种房车生活的目的。他当时不信，可是很快他就知道了，因为他把他的空间都用来安装电池、太阳能板，他没有足够大的水箱。所以呢，当他出去想要在野外生活很多天的时候，他的电是用不完的用，可是他的水一下子就不够用了。实际上房车生活的各种装备是有一个平衡关系的，电也不是越多越大越好，找到你日常生活需要的用电量，再略微加上一些这个留有余地的空间的话，我想这样的升级就足够了，你不需要把电做到用也用不完的程度。终于又到了获取粉丝礼物的抢答题的时候，今天的问题是，我这次房车电力系统升级一共花了多少钱？我的锂电池的品牌是什么？这2个问题都答对的第一个粉丝朋友，我会把礼物寄给你。对这份礼物感兴趣的人，请你在评论区以发表评论的方式把答案写下来。第一个答对的人，请你一定要注意看我在你的评论上的回复，我会把我的邮箱地址告诉你，然后请你不要忘记把你的地址告诉我，我会把这份礼物寄给你。我上次发给男粉的那个视频，第一个答对的人到现在都没有把地址告诉我，我这份礼物迟迟还没有寄出。我希望这位粉丝朋友赶紧看一下你在评论区里的发言中我给你留的邮箱地址，麻烦你给我回个邮件，把你收礼物的地址告诉我，这样我才能把礼物寄给你啊。如果我还是不能够收到你的联系的话，我就要把这份礼物呢送给第2个答对的人了，请第1个答对的朋友尽快的联系我好吗？我今天的视频呢，只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选择了哪些产品，整个升级一共花了多少钱。在经过了各种失误、失败，花了几千美元的学费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一些在我刚刚开始安装的时候我不知道的一些关于产品，还有关于这个线路安排的一些知识。现在回过头来，我真希望在我安装之前我就知道这些了。但是我的安装也已经结束了，有些东西也无法改变了，但是我可以把这些我自己交了几千美元学费学到的东西分享给大家。我会在下一个视频做一个房车电力系统升级的优化方案，这个方案就不会再是我这一次我自己安装的这个状态，按照这个优化方案去做电力系统的升级，结果要比我自己现在这套系统要好很多。这个方案坦白说，我真的是很希望我自己在安装之前就知道了，如果那样的话，我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而且我安装出来的系统会好很多。所以我很想把这个方案分享给大家，让打算做房车电力升级的朋友，还有将来有可能会买房车并且做电力升级的朋友们，能够多一点参考，少走一些弯路。